来头？老爷言重了，大姑娘只是为了避祸，谁知那天能遇到土匪。逆女！逆女！李家的门楣竟葬在了你这混账身上！来人，取白莲过来，我要亲手勒死他，以正家风。姑娘，马夫驾着车跑了，咱们怎么办啊？前面有个破庙，先去那里躲一躲。嘘。本来只打算休息一会儿，怎么还睡着了？原来是来避难的吗？我拿了这烛台，不扎死他们也砸死他们，姑娘们莫怕。他说的轻松，我却知道他也没什么把握。这破庙的门怎么关了？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一个破庙有什么看的？走了。就这样，顾廷之握着烛台，在庙门后守了整整1夜。我送你们回去，路上不安全。姑娘，马车和马夫都跑了，咱们莫怕，不过是躲了1夜，又不是大事，爹爹总不至于问罪咱们。大姑娘昨晚上一晚上都没回来呢，听说昨夜那村庄还闹了山匪。来人，取白莲！老爷饶命，奴婢可以证明，大姑娘绝对没做任何对不起李家、对不起魏家的事儿。老爷，魏家派人来了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李大人，老奴奉我家老爷和夫人之命前来退亲。李大人，老奴也是看着大姑娘长大的，本不该说这些话。可咱们魏家是什么人家？老太爷为先皇殉国，当今圣上亲赐忠烈长匾额。老爷如今官拜宰府统领百官，入翰林院，满朝文武谁不夸一句前途无量？这样的门第最讲究的就是门风，家中女眷别说孤身在外留宿1夜，就是跟陌生男子多说3句话都是失了规矩。如今大姑娘不仅夜不归宿，身后还跟着个不明不白的穷秀才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魏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嬷嬷说的是小女无德，配不上魏家大少爷。那老奴便告退了。父亲，不是这样的。山匪来的突然，马夫驾车把我跟柳儿摔了出去，不等我们爬上马车，他就跑了。女儿也是万般无奈，才找了个破庙藏身。女儿跟那位秀才清清白白。住口！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还敢在这里狡辩！来人，把大姑娘拖进房里，严加看管，不许她出门半步。柳儿这个刁奴，知情不报，拖出去打死了事。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啊！奴婢可以对天发誓，大姑娘绝对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，求老爷明察。爹，你要打死柳儿，不如先打死女儿。好姑娘，别为奴婢求情，有您这句话，奴婢死而无憾了。老爷息怒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姑娘既然没有失贞，您又何必这样呢？你今日我就要给我李家清理门户。老爷，
不好了！一个叫顾廷之的秀才拿着板砖打进来了。谁敢拦我？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两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李大人，你乃礼部侍郎，应该知晓，我顾廷之好歹也是个秀才，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。你打死我，自己也是要下大狱的。忘了说，我冲进来的时候就叮嘱了同窗好友，若我一日一夜都不曾归家，立刻去敲登闻鼓，告你草菅人命。老爷，快别生气了，咱家大姑娘哪里是同人有私情的样子呢？夫人也不必假好心，有事说事，你在一旁火上浇油干什么？你这是要逼死女儿啊！从小到大，我恪守礼节，不敢行差踏错半步，就因为在破庙里同男人躲了一夜保命，你就要亲手勒死我！说这是妹妹李贤呢？说妹妹遇到土匪，爹还会亲手勒死妹妹吗？放肆！你简直无法无天！我爹有两女一儿，妹妹李贤和弟弟李琛都是严氏所出。当初严氏母女来李家打秋风，祖母好心便将二人留下来照顾，没想到却因此埋下祸端。多谢老夫人收留。婉儿，娘走了以后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爹把严氏扶正后，他生的孩子也是嫡子嫡女，我爹疼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哪里还记得我跟我娘是哪个？若不是有魏家的亲事撑着，恐怕他早就将我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待我跟妹妹李贤终究是不同的。逆女，不知廉耻的逆女，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东西？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若妹妹遇到土匪，爹是让她躲在破庙里保住性命，还是要让她死在外头，以全了李家家风清白的名声？你简直无法无天！若不是有人里应外合，我一夜未归，本不该这样大张旗鼓的闹腾。若真为我好，瞒住魏家又有什么难处？爹，你游走官场多年，我不信你连这点漏洞都看不出来。大姑娘，你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啊？昨夜我和老爷在家里等了一夜，也急了一夜。我们本想报官，又怕报了官对你的名声有碍。谁料到那马夫一路狂奔回来，在大门口就大喊大叫，说你跟他走散了，这才闹得满城皆知啊！夫人也没必要避重就轻，既然是早就设计好的事，又何必在这里假模假样的解释给旁人听呢？你这孩子简直……爹，您这样看着我，倒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您抱着比我小1岁的李贤开怀大笑，我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看着。我原本想长大了只要守规矩，等嫁出去就能逃出这窝囊日子，可我万万没想到，为了退魏家的亲，您竟然亲手拿白绫要我的命。今日若不是顾公子手钉板砖冲进来，我恐怕早就魂归西天了。哼，无论如何，你名声已失，魏家既然退了亲，以后你就老实在房里待着，等过段日子，让你母亲给你相看个合适的人家，不均是穷是福，只要人家不嫌弃你，就得感恩戴德的嫁过去。果然，还是魏家的亲事惹了这些人的眼，他们非要断了我的喉咙不可。李大人且慢，关于李姑娘的婚事，在下有话要说。哼，按李大人的话来说，大姑娘的清白竟然比命都重要了。我家的家务事与你一个穷酸秀才何干？既然李大人觉得大姑娘失了清白，随随便便就要打杀她，如今又要随意将她配了旁人，那择日不如撞日。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便由我负责了吧。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便由我负责了吧。大姑娘，我顾廷之虽然现在穷，但我一定竭尽全能来娶你。你若不介意，咱们就挑个好日子成亲。我家中还有个老母亲，身体也算硬朗。我虽如今只是个秀才，保不准以后也能考中个举人呢。顾公子虽穿着普通，却胆大不怕事，倒是比那出事就躲起来的魏恒强多了。若你不嫌弃我是被人退过婚的，我自然是愿意嫁的。哼，
那李大人，哦不对，岳父大人，大姑娘嫁给旁人，真是不若嫁给我，您看如何？你也配叫我岳父？我乃礼部侍郎，我有几百种方式让你这个穷酸秀才在京城待不下去，识相的就立刻给我滚出去！李大人，您若真想试那几百种方式逼我滚，大可一试。只不过，只要我今日被这府里的家丁打出去，我明儿一早就立刻站到大街上，跟所有人宣扬您在家里是如何狠心逼死亲生女儿的。你这个无赖，你这是想毁了我李家的门风！既然大人重脸面，那这事儿若真宣扬出去，旁人难免不说您苛待发妻留下的孤女，与其大家一起丢脸，不如您就应了这门亲。好，我应了这门亲事。既然魏家不嫌弃咱们，已经打算改娶你妹妹李贤了，那原本给你的那些嫁妆必须削减大半。魏家家大业大，你妹妹过去不能寒酸，而你嫁的不过是个穷秀才，带那么多嫁妆没什么用，不若留给你妹妹。爹又何必再装？我的嫁妆原也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严氏当初做妾的时候，别说嫁妆，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。大姑娘，你放肆！如今你眼巴巴地盯着我娘留给我的东西，不就是欺负我没了娘没了依靠吗？你们这一唱一和，不就是为了李贤吗？刘安，那是你母亲和妹妹，你如何能这样说？简直是冥顽不灵！我母亲的牌位至今还在祠堂里供着，她才是李家正儿八经的嫡妻。至于妹妹李贤想要我的嫁妆，好啊，除非她认我娘做母亲，以后见了严氏得叫一声姨娘，我就肯把嫁妆留给她一半，如何？放肆！你这逆女，竟敢如此羞辱你继母！来人，把大姑娘带回房里严加看管，没我的约束不准出来！哈哈哈哈！既然婚事已定，小婿就先回去筹备了。岳父大人，那人身子娇贵，您可得好生照料着。若他在府里少了一根汗毛，小婿那帮同窗的邓文谷可随时准备着呢。告辞。大姑娘，别等了，库房昨个夜里起了火，听人说烧了不少东西，怕是您那些嫁妆也没剩下多少喽。去给顾公子送封信，就说我困于深宅，思念未婚夫婿，请他务必过府一叙。信送出去的当日，顾廷明便赶来了府上，而我也借着他的名义跑了出来。岳父大人，既然日子定了，在下想先看看那人的嫁妆单子。胡闹！哪有男方还没过门就急着看女方嫁妆的？你还要不要脸面？岳父大人明鉴，我家里穷，全京城都知道，我就指着我娘子的嫁妆活命了。不提前看仔细了，万一到时候对不上，我上哪儿哭去？爹，这单子上的红木家具少了一半，我娘留下的那对赤金走龙夹峰也不见了，还有那10箱锦缎，恐怕不是被火烧了，是进了某些人的私库。火场混乱，丢些东西在所难免。你竟为了这些身外之物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给亲爹难看！爹，您别动怒，这些我就不跟您往回要了。东西我就不要了，但我夫家穷困潦倒，我们夫妻2人更喜欢银子，麻烦爹按照市价，把缺的东西折成现银给我。岳父大人，你也不想我在外头胡说八道，说礼部侍郎私吞亡妻遗物给妓女撑门面吧？银子还是给吧。婉儿，你也瞧见了，昨夜那场大火烧得突然，这库房里的东西大多化成了灰。你要轻点，为父让你点，但若少了什么，那也是天意，怨不得旁人。是啊，大姑娘，那火势大得吓人，老爷为了救这些东西，眉毛都差点了了。你看这些古玩字画，最是经不得火，怕是早就……夫人这话说得早了，纸墨亦然。可我娘留下的一对赤金走龙屏风，难道也能烧成灰？还有那5台镶了南珠的红木大柜，便是火烧，也该留下些珠子残渣。岳父大人，
这火倒是生得极有灵性，专烧贵重的，不值钱的木头架子倒给留下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火是专门来给某人腾地方的呢。顾廷之，你休要血口喷人！爹，我方才指出的那几样，单子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说东西没了，那这库房便不只是起火，而是招了贼。我夫君虽只是秀才，但认死理。若是在侍郎府里丢了皇上赐给外祖家的古玩，他怕是要去衙门里报个火匪勾结的案子。你这是在威胁生父！哎，岳父大人言重了，这叫求个清白。你想啊，您是礼部侍郎，最重礼法，若让人知道您一边退了女儿的亲，一边又趁着库房走严，吞了亡妻留给女儿的嫁妆，这名声怕是比我这穷秀才还要响亮。姑娘，账房先生在那边缩着头呢，想必是老爷早有交代，说账上没银子。爹，那些古玩字画是我外祖父的心血，价值连城，如今既然烧了，我也不为难您。但这结旧的银钱，您总得给我。银钱？那古玩动辄千金，李家哪来这么多现银补给你？补多少，爹心里有数。若是少于2000两，怕是这封告官的信，我夫君今日便要发出了。哎，我听账房那边说，昨儿个下午还看见夫人身边的嬷嬷带人往后角门搬箱子呢。嘘，没命了你！那是咱们能议论的吗？老夫苦心经营多年名望，如今却在这群贱婢奴才面前丢尽了颜面。在这年月，女儿的名声固然要紧，可若落下一个吞噬亡妻嫁妆的恶名，传到御史耳中，老夫这辈子在官场便也到头了。够了，莫要在此处丢人现眼。岳父大人既然觉得丢人，那便给个说法。我顾家虽穷，但绝不吃这暗亏。若是没个明白交代，小训今日便去衙门，请顺天府尹大人来清查这库房送火之案。账房，去给老夫死过来！取2000两银票，立刻马上塞住这2个孽招的嘴！老爷，那可是留给贤儿和琛哥。闭嘴！你这蠢妇，还没闹够吗？拿着这些钱滚！从今日起，你李婉是死是活，是贵是贵，与我李家再无半点干系。爹，您放心，从您拿起白绫的那刻起，我就已经不是李家女了。这2000两银，买断您这么多年的生养之情，倒是您赚了。这2000两银票，比起我娘那些何止价值万金的字画古玩，确实微不足道。但我心里清楚，为了给李贤充门面攀高枝，爹跟严氏当真是把压箱底的现银都豁出去了。多谢岳父大人成全。我看开了，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要把日子过好。姑娘，老爷也太狠心了，大好的日子竟连个体面的送亲队伍都没安排，这箱子若是抬出去，怕是让街坊笑话。虚礼罢了，过了今日，我与这侍郎府再无瓜葛，笑话也落不到我头上。姐姐今日出嫁，可真是让妹妹好生羡慕。虽然顾家清贫了些，但姐姐好歹是有了归宿。妹妹特意过来给姐姐添妆，瞧，这是妹妹攒了半年的利银，特意去珍宝阁打的纯金头面。哎呦，咱们二姑娘真是心善，这纯金的分量沉甸甸的，正好衬大姑娘这身寒酸，哦不，衬这身大红嫁衣。纯金不过是薄薄的一层金皮子，包着里头的裂铜，
看着唬人，其实并不怎么值钱。拿走吧，这份量我受不起。姐姐这是还在怪我吗？怪父亲把原本属于你的亲事给了我，可那是父亲的意思，妹妹也是万般无奈呀。从小到大，这个妹妹就绞尽脑汁抢夺父亲的关爱。妹妹还记得7岁当年外祖父送我的那块羊脂玉佩吗？你说你喜欢，哭得背过气去，爹便扇了我一巴掌，说我不懂爱护幼妹，硬是把玉给了你。那是妹妹年幼无知。还有9岁那年，我不过是多吃了几口娘亲留下的点心，你便在爹面前告状，说我吃相不雅，丢了李家的脸面，害得我在雪地里跪了一夜。大到见面礼，小到一口灵旁，只要是我的，你都要抢。姐姐怎么能这样想我？我今日真心来送嫁，你却如此折辱我。大姑娘，二姑娘可是为了您的名声，才求着老爷少给您排场，说是怕顾家那边觉得您太招摇，怎么您反倒记恨起二姑娘来了？爱哭，又不是一味的撒泼，总是恰到好处的让父亲更加疼你爱你。魏家退亲那天，那马夫为何偏偏在大门口嚷嚷？库房起火那天，为何偏偏只烧了我的嫁妆？李贤，你这些把戏演了10几年，还没演够吗？姐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只是舍不得姐姐受苦呀。滚出去，别脏了我的眼。如同今日，他又开始假惺惺的哭着。姐姐，今日之后，你便要进那顾家的柴门，妹妹我也要入魏府的深宅了。咱们姐俩这一桌架，天南地北的，不知往后又有多少团聚的日子了。二姑娘说的是，大姑娘嫁得远又嫁得苦，往后若是受了委屈，怕是连个回娘家哭诉的机会都难。妹妹既然这么舍不得，又何必哭得跟生离死别似的？左右咱们都在京城，没关系，你嫁的是你前姐夫，若你不介意，我随时可以去魏家看你。姐姐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魏家那等门第，哪能说去就去？没关系，想来顾家家境贫寒，也没那么多死板规矩不许我出门。既然咱们是亲姐妹，去魏家讨杯热茶喝，魏恒总不至于把我乱棍打出来吧？毕竟当初魏恒与我定亲10年，那都是陈年旧事了。姐姐如今有了顾秀才，还是莫要提这些，免得坏了名声。妹妹怕什么？魏府的一草一木，哪个偏厅藏着好茶，哪个院落能赏红梅，甚至魏恒年少时的那些笔墨习性，我不说倒背如流，却也知之甚深。你想干什么？反正我对魏家熟得很，若是妹妹管家管不顺，或是那府里的婆子欺你年幼，姐姐随时可以上门叙叙旧。毕竟之前魏恒也是给我写过信，说退婚都是家命难违，是他爹娘做的主，他无法违抗，还说他心里是有我的。想来我也是可以到魏府来帮妹妹教训一下那些下人。魏恒的确给我写信说了心里有我，但我看了只觉得可笑，只回信了一句：我出嫁的时候你多添些份子钱，比什么都强。魏恒就再也没动静了。哼，姐姐倒是看得开。也是，像顾家那样的穷门小户，没点银钱傍身，日子怕是连李家的狗都不如。妹妹这脸变得真快，刚才那股子姐妹情深劲儿呢？姐姐，我这可是实话实说，你从咱们侍郎府的高门
一下垫到那等没名没姓的贫户里，大约会不适应吧？就是啊，那顾家别说宽敞的5进大院了，怕是连个漏风的瓦片都要补。哎呦，我倒是忘了，顾家哪有丫鬟婆婆伺候呀？姐姐往后凡事都得亲力亲为，真是可惜了姐姐这双纤纤玉手，往后就要干那些洗烧砍柴的粗活了呢。姑娘，二姑娘这嘴也太损了，诚心想让您大喜的日子心里添堵呢。添堵，这倒不至于。劳妹妹费心了，不过我想着这日子是人过出来的，虽说没了使唤婆子，但还好我出嫁前讹了爹2000两现银，有了这笔钱，往后便是顿顿吃燕窝也是够吃好些年的。怎么看这日子都能过得挺好。2000两？姐姐，你说什么？2000两？那是账房里所有的现银，爹竟然全都给了你。若不是这些银子，你以为顾家那个穷秀才拿什么养我？妹妹若是不信，大可去问问严夫人，看她今日的脸色为何那般难看。那都是我们的银子，姐姐何时变得如此吃亏了？这种趁火打劫的事，你竟也做得出来？你要知道，家中只有琛哥一个儿子，那可是要留给琛哥成家立业、光宗耀祖的家业。你拿走了，琛哥往后怎么办？琛哥还没籍贯，妹妹倒是替他算计得远。哦，既然妹妹这么心疼琛哥，心疼家里的底子，那也简单。你肯还回来？只要你让你娘把我娘留下的那些古玩字画、真迹屏风原样还回来，那2000两银，我这就可以让顾郎退回账房，一分也不带走。如何？这……哎呀，二姑娘怎么不说话了？莫非是那些宝贝早就被夫人收进您的箱底，准备抬进魏家去充场面了？也是，夫人娘家本就来咱家打秋风的，若没了大姑娘那些压箱底的好东西，二姑娘进了魏府，怕是要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婆子笑话死。舍不得东西，就别在这儿充大方。这2000两是爹给我的补偿，既然你没本事坏东西，就闭上嘴滚出去。你下！顾兄，今日接得贤妻归，往后便是红袖添香，解元宫之位指日可待啊！李大人，您看我们顾兄这人缘，京城的才俊可都来给您贺喜了。哼，抬走吧！各位邻里瞧瞧，我岳父大人这是心疼女儿呢。哟，李侍郎这脸色是真不舍得呀。岳父大人，您快别难过了，我知道您是心疼婉儿嫁给我这个穷秀才，怕她受苦，这份父爱如山，小婿心领了。您放心，便是砸锅卖铁，我也断不会短了婉儿的脚用。岳父大人请留步，今日能娶到婉儿，那当真是我顾家祖坟冒了青烟，惊动了列祖列宗。往后婉儿跟着我，虽不敢说顿顿燕窝，但若有人敢让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，我顾廷之定叫她全家不得安生。贤婿有心了，既然如此，快走吧，莫要误了吉时。
走喽，接新娘子回家。哟，这京城大户人家的姑娘真肯住着瓦汪。王嫂子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这儿媳妇可了不得了，她外祖父那可是书院的山长，懂什么是山长吗？那可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连皇帝老爷都要尊称一声先生的大学问之人哟，那是挺贵重，挺贵重。哼，哎呀，往事已晚。儿媳妇，别听这群碎嘴婆子瞎白户，娘知道你受了委屈，家里虽然没大房子，但正房我都腾出来了，最好的被褥都给你们换上了。没曾想婆婆竟然如此开明，她眼里看到的竟只有我外祖家的风。顾兄，藏了这么久，快让咱们哥们几个瞧瞧解元宫的贤妻到底是何等风姿啊！天爷，这莫不是仙女下凡了？去，一个个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哪个让你这么跟你嫂子说话的？仙女也是我顾廷之家的，赶紧出去喝酒，别误了我的好事。婉儿，你在这儿歇会儿，等我出去把那帮馋鬼灌趴下就回来陪你。临出门前，我得先给你透个信儿，别怕也别伤心，我给你留了个惊喜，一会儿就到。顾郎，是你落了东西吗？柳儿，姑娘，奴婢命大没死成，就是落了点绊脚，干不了重活了。姑娘，你不会嫌弃奴婢吧？你这死丫头，我以为你死了！你知不知道我为你哭了几个月？我连觉都睡不安稳，闭眼就是你被打得血肉模糊的样子。是奴婢没护好您，还让您担惊受。我拿了大把的银子寄给您老子娘，嘱咐他们一定要给你修个像样的种。我心里疼得像被刀绞一样，总觉得是我连累了你的命。你倒好，竟然一声不吭躲到了顾家，还合伙瞒着我。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！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爹亲口下的令，那群家丁下手向来狠毒，你怎么能从侍郎府逃出来的？姑娘，您不知道，那顾郎君，不，咱家姑爷当真是个妙人。顾廷之，那日奴婢只剩下一口气，差点要被扔去乱葬岗上。姑爷跑去府上闹，借口说他是李家板上钉钉的女婿，您的人就是他的家产。他指着那些人的鼻子骂，说我是您唯一的陪嫁，谁敢打死我就是断他的念想。他竟敢为了你去顶撞我爹！姑爷买通了管事，直接让人把奴婢抬回了顾家。这些日子，姑爷为了给奴婢治伤，几乎当尽了家里值钱的东西。为了让奴婢补身子，老夫人把院子里养的鸡一只一只抓来杀了。老夫人本来养了一院子的鸡，都被奴婢吃光了。想起老夫人杀鸡时那心疼又硬塞给奴婢吃的样子，奴婢心里当真是羞愧极了。傻丫头，说什么胡话呢？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你了，几只鸡而已。你家姑娘现如今有的是银子买鸡，明儿你就出去拿着银子使劲买鸡回来。姑爷，你慢点，这是喝了多少？婉儿，我知道你心里委屈。相公喝多了，早些洗漱歇息吧。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想嫁我。说实在的，若不是那天在那破庙阴差阳错，我也没打算这么早成婚。我穷啊，哪敢耽误好人家的姑娘。
既已拜了堂，便是夫妻了。所以你放心，我虽穷，但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小人。今晚我不会碰你的。姑爷，这可是洞房花烛夜。怕什么？我这人洁身自好，至今还是童男。你别笑，婉儿，我说真的呢。我要先考取功名，等哪天我顾廷之金榜题名了，总要让你风风光光的做我的女人，而不是在这瓦房里受委屈。哦，还有，都嫁我了，以后你若是遇到心仪的，也不能跑啊。你可以跟我商量，我们和离，你大大方方去嫁人，我绝对不拦着你。哪有新婚夜教自己妻子和离的？真是疯话。没骗你，和离，你在家。姑娘，在侍郎府的时候，夫人可是要求您天不亮就去请安敬茶的。虽说顾家简单，但这规矩咱们不能乱，省得让人说咱们高门出来的没礼数。儿媳给婆婆请安。儿媳，你起这么早，是打算下地干活吗？儿媳是想来给婆婆敬茶。敬什么茶？我又没渴死。家里没活给你干，地里有佃户，灶上有柳儿，你起这么早在这站着，活像个门神。婆婆，按规矩，儿媳第一日应当……哪儿来那么多规矩？我是你婆婆，又不是你祖宗，赶紧回去睡吧。太阳不晒屁股不准起来，听见没？姑娘，这顾家当真是处处透着不寻常，这敬茶竟然给拒了。我这还打算敬茶，没想到婆婆竟然不按套路出牌。姑娘，都怪奴婢，方才奴婢死脑筋，还记着侍郎府那套规矩，倒让您去碰了钉子。我方才真怕是哪里做的不对，惹了婆婆不痛快。这敬茶礼在京城可是顶破天的大规矩，哪有新媳妇被婆婆往外轰的？奴婢养伤那会儿就瞧出来了，这母子俩都是随性的人。奴婢本以为大婚第一天，老夫人总要摆摆架子，没成想她是真的习惯日上三竿再起来。在这儿啊，觉睡足了比规矩大，姑娘您就放宽心吧。倒真是一对奇人。既然婆婆让睡，咱们也别去搅人清梦了。柳儿，你在这儿守，拿这些银子去村里转转，买些鸡鸭鹅之类的活物回来。婆婆为了救你，把院里的鸡都杀干净了，咱们得给补上。奴婢省得，姑爷和老夫人对奴婢弟有救命之恩，奴婢定给姑娘挑些最肥硕、最能下蛋的回来。哟，这是哪路神仙显灵了？还是哪家的篱笆没扎紧，全跑咱家来了？老夫人，是姑娘怕院里冷清，特意打发奴婢买回来的。哎呦，我的乖儿媳，我这莫不是找了个财神爷做儿媳妇吧？婆婆说笑了，一点心意。哎，你这孩子心思也太细了。你男人没本事，现在还没个正经进项，要好日子，得让你这心里啊，实在是于心不忍。柳儿，去把那2只老母鸡给宰了。老夫人，那可是您留着下蛋的宝贝。还下什么蛋？有了这一院子活物，不差那2颗蛋。今日是大喜的头一天，得给我儿媳妇补补。相公，可是头疼的厉害？没有，娘子起得真早。也不早了，已近中午了。是吗？我这便起。姑娘，您今早做的这几样精致小菜，原本是当早膳备下的，没成想咱们合力忙活了半天，这汤都快炖化了，外面那2位才起。谁能想到这母子2人能睡到日上3竿，如今这早饭倒只能凑合着当午饭吃了。在顾家，这叫睡得香。奴婢瞧着比李府里那些规矩省心多了。
哎呦，儿媳妇，你这手艺比老娘强100倍。婷芝这小子娶了你，真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娘，吃饭都堵不上您的嘴。你嫁了我，吃不着侍郎府的那些山珍海味了，我也没旁的本事，只能给你夹个鸡腿吃吃。在李家，好东西永远是李贤和李琛的，我只能吃他们挑剩的。这普普通通的鸡腿，却是我10几年来吃的最安稳、最暖心的一顿饭，很好吃。婆婆，您歇着，这碗筷儿媳去洗洗便是。去，哪儿就用得着你干活了？婆婆，新夫入门理应……哪来那么多理应？你那手跟婷芝一样，都是拿笔写字的，金贵着呢。这些粗活我老婆子干习惯了，可别把你的手给操了。听话，快回房去跟婷芝多睡会儿去。相公，你怎么了？想什么想得这般出神，墨汁都要滴在宣纸上了。娘子，我方才突然有了个念头，我想试着给城里的戏园子写个话本。写话本？你一个读书人去写这些下九流的戏曲，不怕同显笑话？我想以女子的贞洁入手，只是娘子，你介不介意我用你的亲身经历做脚本？用我的经历？相公，这法子怎么听都有些不合适。若是旁人定要在背后指点你我，说你拿妻子的名节去博戏园子的满堂彩。娘子，若你觉得……可是我仔细一想，却又觉得你这么做实在是极有道理的。那些闺阁女子，谁不是被这名节捆住了手脚？罢了，你若是想写，便写吧。只是落笔时千万要仔细，隐去你我的真实姓氏和来历，千万不要透露太多，省得我爹知道了，他那礼部侍郎的脾气，定会找你麻烦。我倒是不怕岳父找麻烦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只是怕话本排出来，娘子你听了心里头不舒服，又想起李家那些安杂事。死都死过一回了，还有什么听不得的？这世道逼迫女子遵守3从4德，却拿女子的性命不当一回事，不过是为了在暴雨山匪中保住一条命，跑去破庙里躲了一夜，清清白白的2个人，就闹得又要退婚又要自尽的。我总觉得这狗屁礼法定的实在是太苛刻了。纲常礼法自古如此，又有谁敢说个不字？凭什么男子随意进出秦楼处混，在外头寻欢作乐，那便叫附庸风雅？女子跟男子多说2句话，要被人唾骂的活不下去。远的不说，当今圣上登基后，娶的还是个寡妇做皇后呢，也没见朝堂上那帮满口仁义道德的言官御史敢在金銮殿上激位几句。说到底，若女子也能立于朝堂，看谁还敢拿贞洁来逼死人。梨花落，姑爷，这名字听着倒像是那些才子佳人的酸调子，可瞧您这几日写的咬牙切齿的，难不成里头藏着什么刀剑？刀剑没有，倒是有一条人命，还有满京城的流言蜚语。故事里的女主人公也是为了保命，才不得不与陌生男子同处一室的吧？是，一夜过后，2人清清白白，连手都不曾碰过。可外头那些碎嘴子，偏要造谣说2人有了手续，毁了他的名声。这些人真是闲得发慌。那后来呢？那女子怎么样了？她回了家，为了保全所谓的家族颜面，在那根冰冷的房梁上上了吊。可我没让他就这么散了，他因是枉死，心中有一口怨气，始终不能入轮回。于是他便游荡在人间，只要遇到因为贞洁之事想不开要自尽的姑娘，他就现身将人救下来。救人好，那些造谣害命的混账呢？难道就这么放过了？怎会？若有人在背后造谣生事，他便化作厉鬼，半夜去那人家里，在那人的床头索命吓唬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恶人自该有厉鬼去磨。话本里说，他被埋在了梨树下。没错，每当梨花盛开之时，那些被他救过的姑娘都会自发地聚在梨花树下，小心翼翼地收集那些落下的花瓣。他们说，这洁白的花瓣就像那女子的心，绝不能被世俗的泥水踩成烂泥。姑爷，那他最后去投胎了吗？菩萨见他救人有功，点化了他，封他做了梨花仙子。他不再是那个被贞洁逼死的冤魂，而成了神。我要告诉这世人，女子的忠贞固然洁白无瑕，但绝没必要为了那一纸死规矩去送命。关键时刻，性命永远凌驾在贞洁之上。相公，你这最后一段戏文：自古女子多艰难，若人命比不过贞洁，那又何必要让女子出生？哎呦，这梨花仙子死得太冤了，就为了在那破庙里躲了一夜土匪，清白没丢，命倒被家里人给逼丢了。你没瞧见2楼那儿坐着魏家的人吗？怕什么？魏家当初退亲，不就是嫌弃那位李家大姑娘为了保命，跟个秀才在破庙里躲了一些吗？这戏文简直就是魏家和李家的脸扇巴掌呢。难怪
我说这情节怎么听着耳熟？瞧瞧魏家那风光样，背地里竟然这么刻薄。还有那位礼部侍郎李大人，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、礼义廉耻，临了竟然不管亲闺女的死活，真是一张虚伪的厚脸皮。逆女，硬是那穷秀才搞的鬼！现在全京城都在戳老夫的脊梁骨，说老夫逼死亲女，虚伪透顶，老夫这侍郎的位子都要坐不稳了。得赶紧让官府禁了这唱下去，贤儿还怎么嫁进魏家做人？禁？你以为老夫没想过？可今儿一大早，宫里的娘娘特意点这出戏，听完后连连赞赏，说是性命大于死理，还赏了那戏班子。娘娘都开了口，谁敢去触这个眉头禁这出戏？娘子，收好了，这可是咱们梨花落挣回来的第一笔重赏。竟有这么多？那是自然，我今儿特意去了趟牙行，挑了这2个手脚迷落的回来。往后挑水、劈柴、洗衣服的重活都归他们。我总不能让你一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，天天跟着我在这小院里洗衣做饭，受这份苦。哟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？合着你这意思，我就该吃苦受罪，活该活活累死呗？哎呦，我的亲娘嘞！您瞧您这话说的，儿子哪敢让您受累啊？那2个粗使丫头买回来是伺候咱们全家人的，往后挑水、劈蒲那些粗活，您一指头都别碰。哼，说的倒好听，我看你就是心疼你媳妇儿，舍不得让她那双拿笔的手沾了灰。娘说的哪里话？咱家这不是沾了婉儿的光吗？要不是娘子大度，同意我把她的亲身经历写进那出戏里，咱们哪里来的银子赚？更别说买丫鬟、吃燕窝了。婉儿，那是咱顾家的头号大功臣。你这臭小子，算你还有几分良心。刚才听戏班子说，那魏家和李家还想进了这戏，呸！你那岳父当真是个老混账，身为礼部侍郎，平日里满口的仁义道德，怎么到了亲闺女身上，心肠就比那烧焦的炭还黑？可不是吗？他在外头做他的大官，要他的名声，回家就让女儿勒脖子。那魏家也是，给定亲10年的媳妇泼脏水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名声能当饭吃，还是名声能换命？女儿的命重要，还是她那张老脸上的名声重要？婉儿才多大，为了活下来躲个雨避个灾，就要被逼去上吊，这世上哪有这样的亲爹？老夫人说的太对了，咱们姑娘在李府的时候受了委屈，连个哭声都不敢大。那严夫人和二姑娘更是变着法的想把姑娘往死里逼。别提那个严氏，她那哪是继母，分明是索命的无常，把持着婉儿亲娘的嫁妆不放，库房熄火，我看是他们心里的鬼火。还有那魏家，祖上积德才出的功臣，到了这一辈，全长了一副势利眼，退亲就退亲，还非要大张旗鼓的宣扬婉儿不洁。这不是想让婉儿死，这是想让婉儿全家都跟着丢人现眼，然后再把死盆子扣在婉儿一个人头上。你说不大，顾二爷高兴了，你会需要反跟我做图管了一副。水，快给点水。渴死老娘了，大痛快了。儿媳妇儿，以后这李家的人要是敢来，我直接拿着扫帚把他们扇出去。柳儿，现在几时了？婆婆和相公可起了？姑娘醒啦，早都过了辰时了。姑爷难得没出门，在那边屋里理书呢。老夫人方才去后园子看鸡去了，临走还叮嘱咱们，说让您多睡会儿，千万别吵了您的清梦。夫人放心，这家里清静着呢。在顾家的日子虽然并不怎么富裕，可是顺心顺意，想睡到几时起就几时起。姑娘，您以前在侍郎府，天不亮就得去给严夫人请安，晚了1刻钟都要被那边的妈妈指桑骂槐。如今顾廷之姑也不会催您，婆婆更不会催您。确实，这样的舒心日子，我在李家这么多年都没有享受过。姑娘您瞧，等咱们醒来的时候，鸡鸭鹅都吃完了食儿，大的带着小的早下了水去游着了。买了人手确实不同，这家里总算有了主母当家的样子。顾先生，您的梨花落那是满京城的头一份，只要您肯再写一部，价钱随便您开。咱们戏班愿意出双倍的润笔费。哎，非是在下不给面子，实在是家中娘子管得极严。她说了，写戏那是玩物丧志，不许我再抛头露面去挣那些风流钱，
要我在家闭门思过，死磕圣贤书呢。尊夫人竟如此严苛，唉，谁让在下是个妻奴呢？见笑了，见笑了，快起回吧。相公，我竟不知我何时成了那般妒妇，还不许你抛头露面了。娘子莫恼，这段时间忙得要命，自从知道我会写戏文，还写得这么火，到处都有戏班子想请我去，我那是整日里忙着推辞，烦都烦死了，才拿娘子当个挡箭牌。姑爷，刚才那执事走的时候还摇头叹气呢，估计明天满大街都要传您是妻奴了。随他们笑去，外人笑我是妻奴，我也毫不在意，只要能在家陪娘子就行。婉儿，虽然写戏能挣钱，但那终究是小道。我决定了，从明天起正式闭门谢客，我得考个举人出来。相公有此志向，自然是极好的。不敢肖想状元，但是举人老爷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早就该这样了，婷芝，你得给你媳妇儿争妻啊！你那岳父家眼睛长在头顶上，魏家又是个势利眼，你若不考个功名回来，婉儿回娘家都抬不起头。娘说的对，哪怕为了不让魏恒那小子惦记，我可是得给娘子争妻。那我便在家中静套相公家音。姑娘，奴婢今早去镇上买针线，听人说魏家跟李贤的亲事就在这几天了。那李府张灯结彩的，听说是要办京城头一份的排场。婉儿，我也听说了，毕竟魏家跟李贤的亲事也快到了。既然是亲姐妹，她大婚，我自然是祝她百年好合。相公，你怎么停笔了？我是怕你听到这些消息，心里会不舒服。当初那亲事本是你的，如今看他们风风光光，你却跟着我在这个小院里受罪，我更怕外面那些碎嘴子，到时候又拿你被退亲的事来调侃讥讽。相公，你怕我心里不平衡？其实我倒真没觉得平衡。在李家那些年，我日日如履薄冰。自从嫁给相公你以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可不是吗？姑娘如今不用担心被婆家人指指点点，不用像在魏家预想的那样，整日担心照顾不好魏恒那个大才子。以前想的是嫁进高门，要操心婆母的喜好，还要担心跟仇丽小姑子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。现在在这儿，婆婆待我如亲女，相公待我如珍宝，这难道不是最好的日子？只要你不觉得委屈，我这心里就踏实了。婷芝，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是你要想护住你媳妇儿，就必须给老娘死在书堆里，必须考上举人，给你媳妇儿长脸。娘，您这变脸的功夫见长啊！我记得当初我种秀才那会儿，您拉着我的手，在那祖宗牌位前烧了3炷大香，说咱顾家出了个读书人，考上秀才就够了，没必要辛苦。姑爷，我也听老夫人说过，说娘俩不愁吃穿就行，在网上考太费银钱也太累人。对啊，娘，这话可是您亲口说的，怎么如今倒逼着儿子去死磕举人试了？你这死小子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那时候是那时候，现在能一样吗？哎呦，娘，您轻点儿。你傻呀？那时候我这眼界也就这巴掌大。那时候我还琢磨着让你在村里寻个本分的姑娘，比如村头杀猪匠家的二闺女。杀猪匠家的二姑娘，那往后姑爷家里确实天天有肉香了。可不就是图个吃肉方便吗？那时候我觉得咱们就是地里刨食的命，能不愁吃穿就是顶好的日子。谁知道老天爷疼我，让我娶回这么一个知书达理、名门之后的大家闺秀来。杀猪世家的姑娘若受了委屈，能回娘家找几个壮汉哥哥撑腰。可咱们婉儿呢？她那个娘家那是狼窝虎穴，她那个爹是恨不得拿白绫勒死她的狠心人。婆婆，婉儿既然进了咱顾家的门，咱就得给人家的尊严。你若还是个不起眼的小秀才，在外头谁都能拿那桩退掉的亲事来嚼舌根。婷芝，咱不得给你媳妇儿长长脸、撑撑腰吗？娘，儿子受教了。哼，我这不是逼你当大官，我是想让你考个功名回来，省得婉儿往后回个娘家，还要被你那狗眼看人低的岳父瞧不起，不是？我可舍不得让我儿媳妇儿再回李家去受那个安杂气。庄子说天人合一，墨家讲兼爱非中，
可书里说的再玄乎，总归要落到过日子上。相公这论调，怕是要被你那些同窗说是离经叛道。夫人，论了这么久的经义，你想不想知道我心中那真正的人生的哲学到底是什么？相公若想知道，我也不是不可以配合。婉儿，魏家富贵，李家也是高门，我只是个穷秀才，给不了你大富大贵，你跟着我当真不后悔？魏家虽贵，却护不住我一分一毫；李家虽高，却容不下一条人命。相公在那破庙里敢拎着竹堂挡在我身前，在李家敢拎着板砖闯进公堂，这份气度与担当，便是抵得过万金。如此相公，我若是不珍惜，那才是瞎了眼，才会后悔。娘子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自从成了真夫妻，相公简直要粘在我身上了。只要他在家，我去哪儿他去哪儿。相公，我就陪婆婆去河边走几步，体验下洗衣上的生活。你也要跟着？娘子此言差矣，这河边清爽，正好读书。再说了，你头一回洗衣裳，万一被那棒槌砸了手，我总得在跟前接着。姑爷，您这书都拿到了，难不成书里的字儿倒着粘才更精妙？你这小丫头懂什么？我这叫不拘一格。姑娘，您瞧姑爷这股子劲头，像是要把那书页都给翻烂了。相公，我方才核算了一下，我手头还有些之前从李家带出来的银钱，若是加上这2次戏本的分税，盘算着能不能在城里买个大宅子住，总不能让你一直在这瓦房里受屈。不行，只是想换个宽敞的地方，你为何？婉儿，你记住了，那些银钱都是你的嫁妆，我是绝不许你拿来乱用的。可咱们是夫妻，哪家没本事的男人敢垂涎女人的嫁妆？传出去，我顾廷芝还要不要做人了？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你嫁了我就该吃我的喝我的，没道理让你给我买这买那。这买宅子的事，等我中了举，自己去挣。好。快把人抬到炕上去！造孽呀，真是造了8辈子的孽了！婆婆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夫人，快救救他吧！二丫头她爷爷，他疯了！他的手怎么了？被他那丧良心的亲爷爷砍伤的！那老秀才简直就是个活阎王！到底为了什么？便是犯了大错，也断没有砍伤亲孙女手腕的道理啊！夫人，就为了救命啊！方才二丫头掉进了水塘，眼看要沉下去了，刚好同村的一个少年路过，伸手拉了她一把，把她拽上岸，就这么一下而已。那老秀才不知从哪儿窜了出来，非说大庭广众之下被男子拉了手，二丫头就已经失了清白，是家门之耻。他竟冲回家抓起菜刀，生生把二丫头那只手给砍了下来。仅仅是因为救命时拉了一下手，二丫头疼晕了过去，老秀才还不许人救治，守着门口说让他自生自灭，以全名节。要不是咱们拼死冲进去抢人，这孩子怕是已经没气了。疯了，他们都疯了！什么礼法，什么清白，只是被人拉了一下手就要如此对待？难道在那群人眼里，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才行吗？那老秀才还说，这叫舍身成仁，免得丢了他们秀才公家的脸面。礼法是用来救人的，不是用来杀人的。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男人，为何总要把女人的性命当草芥？柳儿，快去城里请大夫，把我的装下拿出来，去请全京城最好的大夫，一定要保住这孩子的命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别怕，二丫头，在这儿，没人能再拿名分逼你。姑娘，您看他，哪怕哭出来也好啊。他这心怕是已经死了。命是保住了，可这孩子大概是被吓狠了，神魂散了。老夫开了方子，先喝几天的安神汤，定定心神吧。顾廷芝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把我那辱没门风的孙女交出来！她既然失了清白，就该死得干干净净。你把她强去，算怎么回事？吵什么吵？你也是秀才，我也是秀才，大家身份平等，论理咱们是同辈，无非就是你比我更老一些，更不讲理一些。顽劣，简直是斯文扫地！那是我的家事，轮不到你管。我把二丫头给了你，那就等于把她重新推进火坑了。
我娘子说了，这孩子你家嫌脏不要，我们家养了。怎么，你是想要那条残命，还是想要我这读书人的拳头？又在想二丫头的事。相公，我只是在想，若是二丫头读书识字，懂得更多些，今日是不是就不会如此任人宰割？自从二丫头来了之后，我就开始思索一件事，那就是礼法到底是不是大过于人命？世俗人心最是难开，尤其是那些深宅妇人，被礼教裹住了脑子。所以我们要怎么做？娘子可以在村里教妇人们识字，她们懂得多了，心眼开了，自然会明白，人的性命自然是凌驾于任何礼法之上的。姑娘，自打姑爷说了那番话，您这精神头可是全回来了。奴婢瞧着，竟比在李府做大姑娘时还要威风几分。以前是为了活命而活，如今是为了这颗心而活。有了相公的支持，我若再缩在后院，岂不辜负了这份担当？儿媳妇说的对，咱们顾家的女人不能光会杀鸡，还得识字。二丫头，你和家中这2个丫鬟跟着我学，等你们学会了，再去教村里其他的姑娘。歪门邪道，简直是伤风败俗！顾家小辈，你娶个京城来的婆娘，不安分守己，竟敢在村里办什么识字盘？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你们这是要坏了咱们村100年的名声。就是女人识了字，心就野了，谁还安心伺候公婆丈夫？顾家媳妇，你这是在造孽！老秀才，您老也是读书人，读的是圣贤书还是害人经？我读的是纲常礼教，你这妇人抛头露面，不知廉耻。抛头露面？老秀才，您可看清楚了，我不仅是顾家的媳妇儿，我爹还是当朝礼部侍郎李公。按道理，我爹身为礼部之首，主管天下教化，他都不反对我教书育人，轮得到你这个老秀才在这里反对吗？其实我爹压根不知道这件事，但用来唬人足够了。即便你爹是高官，也要讲究礼法贞洁。你老把礼法挂在嘴边，难道二丫头死了你就舒坦了？我就问你一点，你娘要是还活着，走在河边遇到危险被男人救了，你是不是也要抄起菜刀逼你娘上吊以全清白？你这泼妇竟敢编排仙人！还有你儿媳妇，若是她遇到危险被男人拉一下救了，你是不是还要砍断她的手再逼她上吊？胡闹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考！换句话说，以后男人看到女人有危险，全都因为怕脏了对方名声而袖手旁观。假以时日，还有哪个女人敢出门？女子都在家中关起门来，大街上全是男人。到了那时候，老秀才，那你又何必娶妻生子？你干脆娶男人好了。骂得好，要娶男人赶紧去，别在俺家门口碍眼。谁想识字，尽管进来。这天下不是只有男人才能读书，只要你们想学，我顾家的大门永远开着。顾家娘子，俺们想着让娃也跟着认几个字，哪怕将来去城里做个账房，识字的也比不识字的强。您看能不能也收了？孩子想学是好事，只是这院子确实太窄了，连个落脚地儿都没了。姑娘您瞧，二丫头现在教起那些新来的孩子，比我还像模像样呢。你和二丫头现在是我的左臂右臂，若是没了你们，这学堂我也撑不起来。以前我觉得断了手就活不成了，可现在我知道，我们站在这里，就是对那些陈腐礼法最有力的还击。是啊，我们要让这些孩子知道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活着才有希望。没错，而所谓贞洁和规矩，跟人的性命比起来，不值一提。相公，我本是不打算回来的，我爹那性子，此次借口给李仙添抓，叫我回来，准没好事。娘子放心，哪怕为了面子请这趟也得走，否则传出去，外人又要说你不孝不悌。我准备了这1牛车的活物，新鲜又实诚，让他挑不出半点理来。哟，大姑娘回来了，这拉的都是什么烟撒东西？没得熏坏了府里的贵人。瞎了你的狗眼，这是山里最鲜红的孝心，还不快去给岳父大人报信！混账！你竟越来越不知廉耻，无法无天！我李家的老脸全让你丢在那个破山村里了。爹，我今日带了夫君诚心回来，你这一巴掌
是为了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在村里搞什么识字班，还招男子入内？你一个被魏家退过婚的残花败柳，不把自己关在家里吃斋念佛，竟敢四处招摇！你知不知道羞耻二字怎么写？原来是因为识字班。在您眼里，我不该抛头露面，不该教书育人，我就该死在那间破屋子里，永远没脸见人，才算合了您的意。爹，这么多年您眼里有过我吗？从小到大，您对我只有严格要求，我必须按贵女仪态行事，吃穿住行错了一丝都要受罚。那是为了教你有规矩。那妹妹呢？妹妹李贤可以在您和严夫人怀里撒娇卖乖，而我必须端庄坐好，不允许乱动。她可以挑剔饭食，选自己喜欢的首饰衣裳，而我不可以，因为我要懂规矩。你是长姐，长姐便活该没人心疼吗？您从没给我一丝关爱，现在反而跳出来指责我这不行那不行。可我婆婆不反对，我相公不反对，偏偏您这个从不关心我的人跳出来反对。可是，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按照你的想法去死？凭什么我要为了你的名声活得像个鬼？逆女！逆女！你竟敢顶撞亲父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快去看看吧！慌什么？天塌了不成？夫人掉进荷花池里了，刚好被姑爷瞧见。姑爷不仅抱了夫人，还把夫人抱着上了岸。此刻正闹起来了。顾廷芝他不是在前厅吃茶吗？怎么跟严氏纠缠到一起了？这个疯书生，他要是敢坏了老夫人的清誉，老夫非拐了他不可！岳母大人，您别走啊！既然我都碰了你了，刚才又是搂又是抱的，您这贞洁显然是没了。顾廷芝，你放手！你这个无赖！为了给岳父一个交代，也为了全了李家的家风，我这里有现成的腰带，我看这树枝就不错。岳母您这般瘦弱，定能挂得住，赶紧吊死，保全李家名声啊！混账羔子！顾廷芝，你在这胡闹些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敢轻薄岳母！哎呦，岳父大人来得正好，您亲自来看看。刚才岳母大人不慎掉进水里，是我顾廷芝大义凛然，跳下去又是搂着她又是抱着她，这才把她拖上了岸。老爷，这姑爷他确实是抱着夫人上来的。显然岳母已经失了清白，大庭广众之下，这么多人眼睁睁瞧着呢。岳父您向来最重民生礼法，想必也不能当没看见吧？岳父大人，您最是恪守礼法。按您的话说，女人被男人碰了就该关起来，就该知道羞耻。现在岳母被我抱了，被我摸了，这身上都湿透了。我看您还是快休了岳母，或者让她直接在这里上吊，以全了您李家侍郎府的清风傲果吧。顾廷芝，你放肆！你这分明是蓄意谋害！老爷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故意要让妾身难堪啊！岳父，您倒是给句话呀。这规矩难道只管晚辈，不管夫人吗？他果然是故意的。你平时高高在上的严氏落得如此狼狈，我心里竟有些说不出的痛快。岳父大人，您怎么不说话了？刚才教训婉之时的那股子威严劲儿哪儿去了？顾廷芝，你闭嘴！你分明是故意的！老爷，他那是胡搅蛮缠！哟，岳母大人，这事儿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您倒是知道焦急万分，知道辩解了。怎么当初岳父大人拿着白绫逼我娘子的时候，您就在一旁不怀好意的火上浇油？那时怎么就事不关己了呢？住口！那是两码事。怎么是两码事？岳父大人，您平日里礼义廉耻说的头头是道，如今轮到枕边人了，怎么就忘了呢？岳母我是抱也抱了，搂也搂了，这满府的小厮丫鬟都瞧得真真的，按您岳母这清白也是没了。您看，是您亲自动手，还是我帮忙递绳？滚！滚出去！你怎么不滚出去？岳父大人，保重身体啊！那荷花池的水凉，别冻着岳母大人。还疼吗？
什么？刚才在堂屋我都听到了，他们欺负人，他打你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了。你是因为看到了那一巴掌，才故意去荷花池闹那一出的？我虽只是个穷秀才，可也知道护着自己的媳妇，我不能跟他动粗。他是长辈，传出去会毁了你的名声。但我能气死他，让他也尝尝那口吐莲花却被规矩毒死的滋味。这是我头一次感受到有人真正为我撑腰，这种滋味暖得让人想哭，又酸得让人心疼。婉儿，以后有我，谁也不能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瞧瞧，这倒霉女婿怎么还是这副穷酸样？刚考完试不缩在家里等榜，非要来这儿处什么眉堂？老爷，毕竟是大婚，一笔写不出2个理字，总得全了面子。相公，你刚考完试，身子还没缓过来，若实在累得慌，咱们进屋寻个僻静处坐坐便是，不必理会那些虚礼。那哪成？岳父大人好不容易忍着恶心请咱们回来，我若不表现得热络些，岂不辜负了他老人家这一番美意？哼！进屋吧，别在门口杵着丢人。姐姐到底还是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姐姐见不得魏家的李金抬进门，要躲在山村里不肯见人呢。父亲亲笔书信唤我，做女儿的自然没有不回来的心意。魏郎本是姐姐的夫婿，如今却成了我的新郎官。姐姐，今日这般光景，你不会吃味吧？妹妹，瞧你这话说的，咱们可是亲姐妹，你要是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，生怕姐姐受了委屈，那也简单。姐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回去跟你姐夫和离，等会儿魏恒到了门口，我让他多备一顶轿子，我跟你一起嫁进魏家去，咱们姐妹共侍一夫，往后日日团聚，你看如何？哎呦，这成何体统，简直是胡闹！瞧大家吓的，我这不是为了安慰妹妹吗？妹妹天天操心，我心里不舒服，我这不是为了想出个法子，让你觉得我心里其实很舒服吗？姐姐，这玩笑也太大了，没得让人笑话咱们李家没规矩。并非玩笑，我相公虽然只是个秀才，但也是疼我爱我护我的。我这辈子最厌恶的就是没担当没主辛苦，出了事只会躲在爹娘身后的男人。所以妹妹别怕，我真没把魏恒这种人放在心上，你好好嫁过去守着就是。二姑娘，不好了！魏家接亲的队伍在大门口被大国爷给拦住了。拦住了？他想干什么？大姑爷带了一群同窗，在那儿摆阵出题呢，说是要考魏公子的真才实学。魏公子和那一群世家子弟愣是被男的抓耳挠腮，一个也答不出来。魏公子脸都憋紫了，大家都在看笑话呢。顾廷之果然还是那个顾廷之。我刚才在后头听小厮说，你在门口威风得很。魏恒带的那群人可都是饱读诗书的，怎么会一个也答不上来？你到底出了什么刁钻古怪的题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他们平时读书读傻了，问了点人活在世上的根本。快说，到底是什么题？我问他，米是几日收，豆子几日熟？又问咱们这京郊的新鲜食材，一年四季都有哪些节气可采摘？亏你想得出这种题目。那些世家子弟平日里连田垄都没踩过，你这不是存心让他们在大门口当众出丑吗？娘子此言差矣，我这是帮岳父大人考未来女婿。若是一个连五谷都不分的书呆子，将来如何治理地方、体察民情？我这是为了二小姨子的终身幸福着想啊！爹爹娘亲，女儿今日辞别父母，往后不能再惜前尽孝，女儿。谁在那儿乱放炮？还没到魏家迎亲启程的时辰，规矩都乱了吗？结果喜报！请问顾廷之顾姐员工可在府上？敢问哪位是顾郎君？今日放榜，顾郎君乡试夺魁，乃是咱们这一届头名解员工啊！解元竟然是乡试第1名！刚才谁说他是穷秀才来着？这一步登天成了举人老爷，还是个解元，往后这前途……哎呀，解元！我李家的女婿成了结员工了。贤婿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个有大才的，平时那般苦读，今日总算是一举成名了。岳父大人，
您方才不是还说我这倒霉女婿会出了二妹妹的喜星吗？怎么这一转眼我就成贤婿了？哎，那是爹跟你闹着玩呢，一家人说那些见外的话做甚？顾兄，恭喜了，魏公子客气，同喜同喜，毕竟今日是你大婚。婉儿啊，往后要好好照顾贤婿，若缺了什么少了什么，尽管差人回府来说。岳父大人留步，家中老母还等着消息，我们得赶紧回去了，没空在这儿多耽搁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家里那辆最宽敞、最舒适的楠木马车赶出来，去送贤婿和婉儿回村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解元公，咱们村总算出了个大文曲星。儿啊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这考举人是不是把人往死里折腾啊？你看你都憔悴了。娘，我这考得好着呢，不辛苦。娘知道你有出息，可如今你成了解元公了，以后这规矩是不是更多了？儿啊，娘就担心一件事儿，你以后还能睡到日上三章吗？姑娘，你瞧，这一家子的关注点，当真是有趣的紧。婉儿，接下来我要一门心思准备会试，唯有爬得更高，才能让那些争议闭嘴。然而，就在停之闭门苦读时，南方的洪水冲垮了良田，也冲碎了无数人的家。谢谢大夫人，若不是您，咱们娘俩今晚都不知该往哪儿躲。快去休息吧。夫人，您看那边，男灾民大摇大摆往地上一躺就睡了，可这些姐妹们闭上眼都怕有人图谋不轨。这世道对女子终究还是太苛刻了，哪怕是逃荒，女子也活得像贼。咱们能帮一个是一个。本夫人原以为你只是那解皇宫的内助，没想到竟有这般见识。你爹是礼部侍郎，看来从小对你教养的极好，倒是难为你舍得动用嫁妆来周济灾民了。夫人谬赞了，正因为见过地狱的边儿，才见不得这些姐妹受苦。既然如此，本夫人也带些姐妹过来搭把手，大家都是女子，总要同心合力才是。听说了吗？那写《梨花落》的顾解元，电视上被皇上亲口夸赞了。皇上说他不仅文章做得好，家中贤内助，周济灾民，更是女中豪杰。皇上对他感兴趣的很呐。姑娘，二姑娘怎么来了？瞧这架势，不像来干活，倒像来选美的。婷芝进了殿试，她这是为了给魏家脸上贴金，也为了在贵人面前展示下我们的姐妹情深。哎呦，姐姐，你这儿可真是够乱的。我听闻姐姐辛苦，特意带了几十两银子，还有我亲手缝制的几件衣衫过来。姐姐，你我姐妹一体，魏家也是极支持你的。我的鞋，这脏地方怎么下脚啊？魏家真是出了个好儿媳，这时候还惦记着鞋呢。你这妇人懂什么？这鞋是魏郎特意从苏杭带回来的，轮得到你这破落户说我魏家的不是吗？你们瞧瞧，这不知哪来的粗鄙妇人，竟敢当众议论魏家的门风。魏家的门风，魏家若真是门风清正，便叫不出你这样在灾民面前显摆金灿的儿媳。你这破落户，你可知道我夫君魏恒是谁？本夫人自然知道。本夫人不仅知道魏恒，还知道你婆婆。莫说你了，便是你婆婆魏大夫人在我面前都得仔细着回话。你这刚进门的儿媳，倒比你婆婆还要厉害几分。你到底是谁？二姑娘，这位是昌乐侯夫人。你刚才那声破落户，怕是叫错了人。哼，魏家真是出了个好儿媳。夫人，妾身有眼不识泰山，快把银子和衣裳放下，咱们走。这便是你那嫁入魏家的妹妹，眼皮子如此浅薄，魏恒王后的日子怕是热闹了。
婉儿，别忙活了，快随我一道去瞧瞧，外头闹得这么凶，定是电视出结果了。电视榜出来了，状元是那位翰林院老学士的孙子，快看榜眼，榜眼是谁？殿试第2名，榜眼顾廷之。夫人，公子中了，公子竟得了榜眼，是榜眼啊！廷之，你终究是没有辜负那满屋的灯火。榜眼，顾廷之竟成了榜眼，好孩子，你苦尽甘来了。夫人，快，宫里的公公到了，是皇后娘娘给您的懿旨。给我的。皇后娘娘谕：顾门李氏贤良淑德，惠至兰心，于大难之际不吝私财，周济宾国。其开民至于乡野，扶弱小于尼寇，至今足以感配天下。特赐金纹腰牌1枚，准其随时入宫陪伴。钦此。民妇领旨，谢娘娘天恩。好孩子，别在那儿发愣了，快随我去洗漱换衣，把这一身泥都洗了。夫人，这腰牌给的突然，我还没回过神来。我一个被退过婚、名声受损的女子，娘娘竟然……婉儿，你且听好，这样大的殊荣，哪里是一个榜眼就能获得的？请夫人指教。定是你不顾强权，反抗了封建礼庙，把女性贞洁抛之脑后，又开办识字班，周济灾民，这才得到了皇后娘娘的赞许。娘娘是寡妇在嫁，她这是在用你抽那些伪君子的脸。赶紧换换衣衫，进宫谢恩去吧。婉儿啊，那可是皇宫，那是皇后娘娘，俺这辈子见过最大的官就是村长，你让俺进宫，俺这老命怕是要交代在那儿了。您生了个榜眼儿子，又有个得懿旨的儿媳，这份福气全京城都数没几个。娘娘亲口说要见见您这位奇女子，您可不能掉链子。婆婆莫怕，有我在呢。娘娘最是和蔼，咱们去谢个恩就回来。祖宗保佑，顾家的列祖列宗保佑，千万别让俺在娘娘面前掉链子。民妇顾李氏携婆母顾周氏叩见皇后娘娘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平身，顾老夫人，抬起头来，让本宫瞧瞧。听说你在村里不仅支持李婉办学，还跟着那些孩童一起识字，甚至为了护着儿媳，敢与迂腐老秀才较。回娘娘的话，俺是个粗人，不懂大道理，但俺觉得人活着比啥都强，要是连命都没了，守着那些冷冰冰的死规矩给谁看？俺儿媳做的事儿都是好事儿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。再说跟着识字，其实就是不想一辈子稀里糊涂的被规矩作践。俺也想活个明白，活出个人样来。昌乐侯夫人说的不错，老夫人能有这般思想，当真是眼界与智慧并存。李婉，你能在绝境中自救，不仅反抗了封建礼数，嫁给顾廷之，更能在成名后开办识字班，周济灾民，让人看到了女子身上的坚韧与不屈。民妇只是不想再看有女子像当年的我一样，被一根白绫断了生路。我朝女子就该如你这般，不卑不亢，不屈不挠。贞洁固然美好，但绝不再是凌驾于性命之上的存在了。皇上驾到！顾夫人，你瞧瞧，你那相公自打进了殿，这眼珠子就跟粘在你身上似的。去吧，莫要让咱们的新科榜也等急了。皇上，这便是卓先李氏，也是臣一改往日懒散、发奋努力的源头，也是臣最为之骄傲的教书扶弱的女先生。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发奋努力的源头！朕原以为你这榜眼郎文章做的狂放，没成想这疼媳妇儿的劲儿比文章还要狂上3分啊！皇上，臣妾倒觉得这才是至情至性。顾夫人不顾强权，就弱势于泥淖，当得起她这一生骄傲。愿世间夫妇都能如尔等这般和睦，也愿那些迂腐之人能及时醒悟。女子贞洁不该成为桎梏。臣民妇叩谢皇上隆恩。